海外中文媒体6月30号出现了一篇关于被监听和监控的习近平目前身体和精神状况的长文。文章引述北京保健医生圈子与军方人士的爆料，称习近平正深陷3重困境：秘密监听、失去权力以及失权后注定的清算前景。在巨大精神负荷下，习近平不仅身体，精神也出现了问题。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爆料消息援引来自北京保健医生圈的线人以及军方系统内部的匿名人士，爆料出一连串极具冲击力的细节。注意，我们不进行诊断推测，仅整理可见资料供大家分析使用。消息说，2025年以来，习近平对身边环境越来越不信任，特别是对窃听和监控的忧虑已经影响到他的精神状态。爆料称，习近平本就曾中风过2次，还曾在2周内3度突发心脏病，而且有他这个年龄高发的帕金森症。在电视中，我们常会看到他不断的点头，似乎不受控制。现在又出现了幻听幻觉，总觉得有人要给他下毒，觉得家里被张幼霞指使的人装满了窃听器。联合最信任的心腹何立峰讲话，他都要打开电视机放大音量来掩盖谈话内容。2人甚至需要用纸笔交谈。医生确诊习近平已经是重度抑郁。在公共场合，几天前习近平会见新加坡总理黄循财，短短几句话，习每5秒钟就要扫一眼小本本。7月6号的巴西金砖会议，中共官宣习近平将缺席。外界揣测说是习被禁止出国，或是不愿和印度总理同台等等，其实都不对。习近平是真的精神出问题了，更严重的是，习对失败耿耿于怀和自责，在彭丽媛面前反复出现自我了断的想法。彭丽媛因此精神濒临崩溃，多次求助何立峰，让他来开导习近平。秘密监听在中共历史中并不罕见，毛泽东时代便建立起特机通讯和内保监听系统，中共的总参3部就专门搞窃听，以掌握高层动向。胡耀邦下台后，在家中怕被窃听，和人谈话时仅用手势表达核心信息。说到邓小平，就用1个指头代表，3个指头代表赵紫阳，摸摸耳朵代表陈云，指指眉毛就是拨一拨。叶剑英与养女戴晴交谈政治上的重要事情时，经常在卫生间放水，制造噪声，以避免被监听。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体制内勾心斗角、恶性权斗的特质和机制，同样会反过来套牢该系统的主人。若身边的电话、会议室，甚至随身保健医生，都有可能是窃听监控节点。任何人在这样的政治恐怖中，都会感到无所遁形。自2025年初以来，中共高层人士频繁调整，包括传张幼霞代理军委主席，苗华被免去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何卫东甚至存亡未卜等等，也引发外界对习近平丧失军权的质疑。而在中共体制下，办下来的人下场都很不妙。邓小平曾2次写信效忠华国锋，称绝不翻案，但没几年就把华国锋搞下台了。胡锦涛当初裸退，把党政军大权交给习近平，结果习恩将仇报，在20大上把胡架出会场，软禁很长时间。再往前推，中共领导人下台的结局都很惨，陈独秀被开除，李立三文革中自尽，王明逝于苏联，张国焘卒于加拿大，刘少奇就更不用说了。资深媒体人郭军女士指出，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始终存在问题。如果他的独裁体制使中共面临最高权力交接危机，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基因就是斗争革命，所以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就会变得极其残酷。中共的制度恐惧始终存在，即一旦失势，不仅名誉扫地，更可能遭遇身心摧残，甚至被清算。这在中共历届政治运动中都是如此，是一个反复上演的剧本。自2013年起，中共的落马高官几乎无一例外地呈现精神与身体双重崩溃。例如，周永康在庭审中面如死灰，几乎不发一言。薄熙来押解期间多次试图绝食，孙政才被捕后，
据称出现焦虑、失眠、情绪严重波动，需依赖镇静剂。外界认为，中纪委的审查系统对被审查者在极端高压下激进心理摧毁机制。中共历史上几乎所有失去权力的最高人物都难逃厄运。华国锋下台后被边缘化至离世，赵紫阳遭软禁16年，胡锦涛卸任后被传连电话都不能随便打。中共制度的现实使得任何在位者都对退位二字充满恐惧。分析指，习近平内心的最大恐惧不在于政治失败，而在于报应循环。他清洗过太多人，因此一旦自己失去权力控制，也极有可能被以同样方式对待。这种预设本身就是巨大的心理负担。对习近平健康状态的猜测来自于外界对一系列迹象的综合判断。习近平被曝自2023年起已2次中风，被医生初步诊断为帕金森症前期，还被曝曾2周内3次突发心脏病。到2025年上半年，他的状态继续恶化，传被北京保健医生圈判定为重度抑郁，伴有幻听和重复性自尽的念头。这些说法目前尚没有任何官方资料佐证，但习近平的视频中却有如下迹象：习近平走路的步态变慢，右臂时有不自然动作，讲话时全程读稿，几乎没有任何自由发挥。一些重大场合没有发表公开致辞，只象征性露面。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对习的健康始终保持沉默，对缺席金砖会议也未提供健康理由。这种系统性静默使得坊间的各种猜测持续蔓延。如果说监听让他无法信任身边人，失权则令他时刻警觉将要到来的每场会议的含义。而那些中共前任的命运更是每日都在重复提醒他，一旦失控便没有后路。即使没有确凿病例，这种心理高压的本身也足以将人拖向精神崩溃的边缘。纵观以上的事实和分析，呈现出的核心逻辑就是，监听让党魁陷入无处可逃的恐惧，失权传言在舆论场同步发酵，落马惨剧为每一位高官现身说法，三重压力交织，足以把任何人推向精神崩溃。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答案仍在红墙背后，我们只能确认3条硬事实：一、监听体系确实存在，且曾反噬其他常委；2、失去军权与人事变动，6月开始罕见密集；3、所有落马高官的精神与肉体代价都异常巨大。除此之外，关于习近平中风、帕金森、重度抑郁、幻听幻觉的具体说法，还限于圈内人转述。但面对中共当局信息不透明与权力黑箱，很多事实证明，针对中共内部的传闻，往往多是遥遥领先的预言，是真相的另类传媒。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